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生活。今天呢，我们想延续我们上一期所提到的内容，就是为什么整个西澳他们想多次的尝试想要独立，却每一次都没有成功。澳洲这个国家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资源的。那澳大利亚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铁矿资源呢？是因为呢，在地球演化早期呢，澳大利亚是长期的处于浅海的环境，形成了丰富的条带状磁铁矿。那过了5-6亿年左右呢，这种条带状磁铁矿呢，经过常年的风化呢，还有跟水等流体的交带反应，然后起了一些变质作用，丰富了它们的铁元素，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含铁量非常高的富铁矿。再加上呢，澳大利亚呢，它的大陆是非常的稳定，没有这种大规模的地核移动啊，或者是那种火山爆发呢，所以它的整个条带状磁铁矿是被保存的非常的好的。那其实整体从全球来说呢，那澳大利亚虽然不是全球拥有最多铁矿石的国家，包括像中国呢，其实它也有很多的铁矿石，但是那个含铁量呢，却远远输了澳大利亚的。所以总体来说，澳洲的这个铁矿质量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就是正因为呢有了这么丰富的铁矿资源呢，尤其是在西澳这边呢，所以他们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有尝试想要从整个澳大利亚脱离，然后独立的。而这个故事呢，就必须得从澳大利亚是怎么成立的那个时候说起的。那说起澳大利亚呢，它的其实整体历史，大家比较可能有听过的，就是一个叫做詹姆斯·库克的船长，就是他一开始呢就发现了这一个悉尼的一个港口，然后呢，你懂啊，英国人就是看到就占领说是我的，俺的。所以他就是把整个悉尼还有墨尔本的这一边的领土呢，称之为新南威尔士，就 New South Wales。然后到了1827年的时候呢，其实英国呢有另外一个船长，他叫詹姆斯·斯特林，他呢就发现了这个博斯这边都是特别适合去做农牧业的。所以他就当时回到去英国的时候呢，就有说英国那边其实他们是可以在这边做农耕业，然后开始建立起生活，建立起家园，跟这个新威尔士有一些不同。新南威尔士那边呢，他们主要是要给英国流放那些犯人。那他的如意算法是这样子的，但是结果呢，发现要把整个城市弄起来呢，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那一开始呢，他们只有大概9000名的居民，所以是远远的不足的。波斯还是沦落到一个也是需要英国流放很多囚犯的这个地方。但是呢，在1892年呢，位于西澳地区的科尔加迪还有卡尔古里两个地方呢，就分别的发现了金矿了。你还记得我们澳大利亚维州这边有一个小镇叫做巴啦啦吗？那边呢曾经是一个淘金矿的城市嘛？对，现在变观光矿。对啊，但是曾经人家是很辉煌的，好不好？就是当时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就特地来到了维州的巴啦啦镇挖这个金矿，然后变成了暴发户，发了一笔大财嘛。那在西澳的这两个地方呢，在1892年的时候也发现了金矿，所以呢，就很多的在巴啦啦的这一批移民呢，就从墨尔本来到了西澳这边，然后也继续他们的这个挖矿的热潮。就自从有了这一区从新南威尔士来的这些移民呢，那他们在这边挖矿啊，那其实博斯呢就慢慢的对这两个城市失去了控制力嘛，因为博斯你只是一个属于政治的中心点吧，但是呢真正发财的地方呢是在西澳的另外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当时呢他们呢其实是想脱离博斯这个地方政府的管理的，就是100年前就想脱离这两个城市呢的人呢，其实当时他们是想脱离博斯的控制，然后碰巧在1900年的时候呢，因为新南威尔士那边呢，他们是想要跟英国那边争取独立嘛，这两个城市呢，他们就想到加入新南威尔士那边呢，然后你们得到了独立之后呢，那我们也就独立了，就跟博斯这个地方没有关系了。然后博斯这边就憋着了嘛。一开始呢，虽然博斯呢是没有想要加入新南威尔士这边呢，去跟英国去谈判来争取独立的，但是后来就憋不住了嘛，因为看到这两个城市都要这样子闹，所以博斯当时的这些地方政府就松了，就说 OK， 那我们也加入新南威尔士，然后就大家一起在1903年的时候就争取到了澳大利亚的整个国家的独立了，是这样子。这是他们第二次想要就是脱离了。第二次，刚才第一次就是他们不想跟新南威尔士走同样的道路，现在是第二次了嘛。那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淘金的这个热潮也过了，西澳呢就没办法，只能继续靠他们的那个农牧业来继续作为经济的主要支撑嘛。那他们呢是出口那种小麦的，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1930年的时候就碰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嘛，所以呢，小麦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呢也是极限下滑的，整个西澳的经济呢都是弄得非常的不好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么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呢，却掀起了人们对现状的很多的不满，他们就又在想到了我们要脱离整个澳洲了。那么西澳的人民呢，就决定也搞一个投票选举，这样子就来投票说，到底你们觉得我们这个西澳呢，应不应该从澳大利亚这边独立出来，成为自己的一个国家？那当时呢，有2/3的人民呢，都选择支持说我们要脱离澳大利亚的。那却碰上了那时候整个西澳选举了嘛，就当时搞这个投票的总理呢就下台了，然后就换上了一个新的那个州总理。那这个新的州总理呢，其实他是不支持这个西澳脱离澳大利亚的，但是你已经搞了这样子的全民投票的这个样子的意思嘛，那他没有办法嘛，他总得要顺一顺人民的意愿嘛，他就把这一个烂摊子呢去找到了英国那边，英国那边呢就不赞同让西澳呢脱离澳大利亚，因为他们就说呢，就是你们之间爱怎么闹是怎么闹，但是如果要搞到你脱离从澳大利亚，那你就碰到了我的地盘。那英国呢就不赞同说让你西澳呢是从澳大利亚这边脱离的。You want us to sit tight and then assess. 所以又再一次的就是从澳大利亚这边脱离失败了嘛。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西澳呢又再迎来了一片的春天呢。西澳呢又发现了他们又有一个新的摇钱树了，就是铁矿了。在1961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汉考克的一个商人呢，他在西澳的特奈河地区呢，发现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矿石了，一夜暴富。对，有了这一个铁矿呢，基本上西澳占据了全澳洲98%的总铁矿出口。那这个汉考克现在好了，我就发现了这么大的一个铁矿，然后为你们澳大利亚的经济贡献了那么的大。我们基本上是撑起了我们33%以上的总经济收入来源，所以呢，他就是成了名副其实的下一个带领西澳去争取脱离澳洲的下一个领导者。所以就迎来博士要脱离澳洲的第4次的想法。但是呢，但是就是这一次澳洲政府也学聪明了，他们就哪里会可能让你这么大的一颗摇钱树能够脱离这个澳洲，所以他们就直接的做了一个宪法，也得到了英国那边的通过，就是说任何整个澳大利亚的其中一个州呢，如果你们想要搞脱离呢，必须是全国的人民参与投票，就不只是你们博士想要独立，你们博士自己搞投票，我们全国都一起搞投票，然后呢，必须有超过75%以上的人民呢赞同票呢，你才可以得以脱离澳洲。现在是75%，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高门槛嘛。这个宪法呢被英国那边通过了，所以呢，现在呢，西澳根本压根都没有任何的机会想要脱离澳洲了。那其实你知不知道西澳呢，在他们的这个州国旗呢，是有一个代表性的动物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Kangaroo 不是，黑天鹅。现在呢，如果他还真能脱离澳洲了啊，他真的是属于一个黑天鹅事件。